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你们那边的小葱涨价了吗？15、16块钱一斤，我的天呀，比肉都贵！赶快趁着新鲜还便宜的时候，多买点回来囤着吧。今天教你怎么保存小葱，放半年也不会坏，简单又省钱。毕竟每年的这段时间，小葱和香菜都要比肉贵。在炖汤或者是炒一些肉类菜肴时，肯定少不了一把小葱，因为小葱能使菜肴更香。但买回家的小葱，天热的时候放1天就腌了，还会变得稀烂，天凉放2天就腌了。即便是将香葱放进冰箱里，过上3、5天，也会失去水分，开始变烟发黄，之后腐烂变臭，不能吃了。所以就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来保存它。先跟大家分享方法1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小葱叶子上面的黄葱叶以及烂葱叶都去掉，因为这一部分的小葱呢，不会储存太久的时间，一开始就会腐烂变质。处理干净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塑料瓶，如果小葱比较多的话，家里有大油桶也是可以的，它是非常适合种植小葱的。不过要用洗洁精清洁干净，不要有油花，必须是干干净净的，将塑料瓶的上部分剪掉。然后用小葱比较一下，大概能把小葱直立起来就行。然后往里边加入少许白糖，不需要很多，这样1点就够了。接着把小葱放进去，然后往里边加入少许的自来水，将小葱放入水中浸泡着，注意把根部浸泡即可，不要把葱叶泡到，否则容易腐烂。把香葱像这样竖着插进去，就像一束鲜花一样，放在家里还可以做观赏。接着将杯子放到有太阳的地方，每隔3、4天换一次水，小葱一直都不会腐烂变质，随吃随取，非常的新鲜方便。每次吃多少，我们就像这样取多少，保留葱白和根茎部分，那样小葱就会源源不断的。这正是利用香葱根须的特点，让它能够继续吸收水分，供给葱叶，葱白不发黄不腐烂。这个方法也很适用于香菜，做法都一样。记住，越新鲜的小葱根是越发达的，成功率越高。在水里适当放一些白糖，有利于植物的生根，而且白糖还能够对水质有一定的改善。如果你想小葱长得更好，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磷酸2氢钾在水中，促进小葱的生长。像这样保存小葱，加勤换水，适当的添加养分，那么就会一直有吃不完的小葱。接着分享妙招2，这里需要先把小葱的根部切下来，在切的时候，大约离根部3公分左右。这个葱根呢，可以找个容器给它种起来，可以用水培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泥土种植，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。而这个葱根呢，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，大约20来天就能够长大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吃上鲜嫩的小葱了。然后将葱叶部分清洗干净，把葱叶放入大盆中，然后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尽量多一些。我们需要把小葱浸泡一下，然后下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。接着再找一个容器，把小葱压着，将它压到水中浸泡8分钟。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菜贩子，为了使小葱卖相更好，会在小葱表面喷上一些农药，
而这些物质摄入过多会引起腹泻、呕吐等中毒症状，所以买回来的小葱都建议用这样的方法将它清洗干净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再下手将它一根根的搓洗干净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有的小葱表面会有蓝色出现，那就说明是喷了很多农药，叫做波尔多叶，很多时候肉眼可见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清洗可不能马虎了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，把小葱表面的水分晾干。如果赶时间的话，可以用纸巾将它擦干，反正就是不能够有水分。接着准备一些保鲜膜，把小葱按分量大小分成小份，一份吃1-2天，然后用保鲜膜把这些小葱包裹起来，裹紧一点。在包裹的时候不能太用力，以免损坏香葱，因为香葱的叶子非常脆嫩，而且中间是空心的。这里需要注意，清洗干净的小葱一定要把表面的水分晾干，不能有明显的水珠。还有就是小葱一定要整理好，不要有明显的葱叶被折叠，否则就会影响保存时间。然后放在冰箱冷藏，这样呢可以冷藏至少1个月，随吃随取，特别新鲜。冰箱的温度低，平时我们也会利用冰箱保存食物，冰箱的低温可以有效延长食物保存的时间。再加上小葱表面裹上保鲜膜，保鲜膜储存的原理就是利用香葱不与外界接触，阻止香葱继续生长，而损耗自身营养，导致快速枯萎，同时也有效隔绝了外面细菌的污染，不引起香葱变质，更有利于保存。所以这个方法保存小葱1个月也不会变质，赶紧试试吧。方法3，我们将沥干水分的小葱将其切成葱花，或者根据自己烹饪习惯切成葱段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接着我们可以准备密封罐、保鲜袋，把小葱装进去。注意，不管是密封罐还是保鲜袋，都不能有水或者油，必须保持干燥。然后再密封好。冰箱空间大的话，用密封罐可能会更好一些，能够保证小葱不被其他食材挤压到。接下来呢，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即可，长时间保持新鲜不坏，随时用随时取。很多人还不知道吧，香葱是可以冷冻的，而且冻不坏。保鲜袋储存法与保鲜膜储存法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只是要注意的是，香葱处理干净之后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把香葱切成段。至于到底要多长，这个没有规定，可长可短，只是整个过程中都不要弄伤香葱就行。由于是干燥的环境，香葱是松散的，不会粘连，用的时候打开盖子，倒出来一些即可，很方便的。冷冻的香葱食用时是不需要解冻的，可以直接用，不然呢会变得软趴趴的，还会变色。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直接用就可以，味道是不会受影响的。大家记住了吗？这2种方法都要求将小葱清洗干净之后，沥干水分再保存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完了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